水马龙的购物天堂形成鲜明对比。这条路就是翡翠山 Emerald Hill。翡翠山不仅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保留区之一，也是一处融合了殖民历史、土生华人、巴巴娘惹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独特空间。本文将带你走进翡翠山的前世今生，解密这片充满故事的历史街区。1. 翡翠山的起源与早期发展。翡翠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，原本这里是一片种植肉豆蔻 （nutmeg） 的农地，由殖民政府批给私人种植园主。其中一位知名地主是 William Coppage， 他在1830年代从英属印度来到新加坡，原本是邮局职员，后来成为翡翠山这片土地的拥有者。1840年代 ，Coppage 将土地逐步发展成私人庄园，并以翡翠山 Emerald Hill 命名。这个名字既富有诗意，又象征着财富与自然。当时的翡翠山视野开阔，地势略高，是理想的住宅地点。进入19世纪末，随着肉豆蔻种植的失败，土地用途逐渐转变，新加坡城市化发展迅速，越来越多华人富商看中翡翠山的优越地理位置，纷纷在这里建造豪宅。2. 土生华人与巴巴娘惹文化的交融。20世纪初，翡翠山成为土生华人 Peranakan 社群的重要聚居地，许多娘惹家族在此兴建独栋洋楼 （Terrace Shop House）。这些建筑融合了中式马来式与欧洲殖民风格，是新加坡最经典的巴巴娘惹建筑代表。翡翠山的建筑特色包括五角基、5条路廊，方便行人通行，遮风挡雨；彩色陶瓷装饰，墙面和栏杆常用彩瓷装饰，富有东方美学；木雕与百叶窗，许多房屋采用雕刻精美的木窗与门板；对称布局与中庭，屋内有天井设计，通风采光俱佳。这些建筑不仅展现出当时土生华人的生活品味与社会地位，也成为今日新加坡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。2. 战与战后的转变。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 ，1942到1945，翡翠山一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，但因地理位置偏离战略重地，整体保存状况相对良好。战后，新加坡进入独立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期，乌节路逐渐从住宅区转型为商业中心。然而，翡翠山却奇迹般地保留了原貌。在1970年代，政府开始重视文化遗产保留。1989年，翡翠山正式被列为保留区 （Conservation Area）。这意味着区域内的建筑外观必须按照原有风貌修复与维护。这项政策有效阻止了过度开发，让翡翠山成为乌节路唯一一块时光保护地。4. 今日翡翠山的面貌。现今的翡翠山是新加坡中最受欢迎的高档住宅区之一。特点1：文化与历史的和谐并存。许多原始建筑如今被私人买下，作为住宅或精品店、画廊、咖啡厅使用。在保护原有外观的前提下，内部空间进行现代化装修，实现古今交融。特点2：优越的地理位置。翡翠山距离乌节路仅数分钟步行路程，临近多个大型购物商场，如313 at Somerset、Orchard Gateway， 却远离喧嚣，拥有宁静舒适的生活环境。这也使翡翠山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，是许多高收入族群与外国富豪的理想选择。特点3：旅游与拍照热点。近年来，翡翠山也逐渐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，其独特的娘惹建筑群常出现在旅游宣传册、网红影片、婚纱照背景中。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游客，漫步在翡翠山总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感觉。5. 翡翠山的文化价值与未来展望。翡翠山不仅是一处房地产热区，更是承载了新加坡多元文化融合、城市发展与历史传承的重要象征。在快速城市化与高密度发展的城市中，翡翠山的存在提醒我们，发展不应以牺牲文化为代价，保留历史也是一种进步。政府保护措施。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URA 对翡翠山的建筑有严格保护条例，任何翻新重建必须获得批准，确保不会破坏原有风貌。同时，鼓励居民申请保留建筑维修补贴，支持他们对老屋进行可持续维护。社区活化计划。近年来，政府也尝试通过社区活动，如历史走读、传统工艺工作坊、娘惹美食节等方式，吸引年轻人了解翡翠山背后的故事，活化这一古老社区。6.
你可以这样体验翡翠山。如果你计划造访翡翠山，以下是一些建议的行程与体验方式：搭地铁至 Somerset 站，从出口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翡翠山路。建议在傍晚时段前往，光线柔和，温度宜人，是拍照与漫步的最佳时机。注意保持安静，尊重当地居民生活环境，可结合乌节路一日游，体验都市繁华与历史宁静的双重魅力。7结语：翡翠山是新加坡的时光胶囊。翡翠山虽然不大，却浓缩了新加坡从殖民时期至今的城市变迁、文化融合与社区记忆。在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中，它像一颗静静的翡翠，闪耀着温润而不耀眼的光芒。当我们漫步其中，不只是欣赏一幢幢美丽老屋，更是在触摸一段段真实的历史与故事。希望这段探索之旅能让你对新加坡的文化遗产有更深的认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新加坡不为人知的文化角落。下一集，我们将前往加东与惹兰乌沙，探索更多娘惹文化的根源故事。